中国运20运输机此次亮相，为阿富汗运输救灾物资具有怎样的意义？中国运20运输机取得了怎样的发展？这对于中国战略空军目标将有怎样的影响？近日，关于中国运20的消息可以说是层出不穷。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运20再一次走出国门，赴远途执行运输任务。这也大大展示了中国空军强大的力量，使中国空军再一次大秀肌肉。因此，这使中国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。我们都知道，运20运输机上一次大规模行动是向塞尔维亚运送 FK3 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。但是中国出动了18架次运20为塞尔维亚运送武器，当时如此大的动静，就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，这对于提升中国运20的影响力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。另外，对于中国此次采用多达18架次运20大型运输机去欧洲执行任务，有分析人士指出，这是其自身强大空中运输能力的展示，也是运20服役以来至今在海外执行的最大任务，展示了中国强大的战略运输能力，并对欧洲国家形成巨大威慑作用。分析人士也指出，中国出动了18架次运20运输机执行海外任务，这也创下了新的纪录，因为中国很少会同时出动这么多运20运输机。所以这次任务反映出中国空军不仅具有远程战略运输能力，而且还具有洲际飞行后勤支援与维修能力，并都得到了显著提升。因此，对于此前运20在欧洲大秀肌肉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。这对于中国致力打造战略空军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意义。现如今，中国运20再一次亮相，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。据消息指出，近日2架运20大型军用运输机再次走出国门，搭载了大批救灾物资，飞抵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，并对阿富汗进行人道主义援助。据悉，中国之所以对阿富汗进行援助，这主要是由于最近阿富汗遭遇了十分严重的地震，并有大批人员的伤亡，所以中国在看到阿富汗遭受到如此大的地质灾害，并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，率先对阿富汗进行援助，并向其提供了大量的救灾物资。这对于阿富汗来说将是巨大的帮助。报道还指出，在阿富汗发生地震之后，阿富汗国内的形势是相当危机的。2架隶属于解放军空军部队的运20战略运输机已经飞抵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。这2架运20运输机满载有帐篷、毛巾被、折叠床等抗震救灾物资。运20战略运输机出现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，令人感到振奋。因为今年运20运输机多次赴海外执行任务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极大凸显出了中国空军运输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，并具备了强大的运输能力。这也将成为一股很恐怖的力量，其的影响力可能还要超过航母，就有极其巨大的威慑力。这将给美国造成巨大的压力。据悉，随着运20运输机诞生，就完全取代了1276运输机在中国空军中的地位。虽然目前解放军空军序列中仍有不少的1276运输机，但是这些1276运输机的路面机会将会越来越少。这主要也是由于运20运输机在现代化水平上要远远超越1276运输机，且在装备运载能力上更加出色，也将会在中国空军中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，有着更大的发展。因此，这也将使运20运输机被赋予更大的使命，去执行更多的任务，并在一定程度上极大提升了中国运输机的影响力。而关于此次运20运输机，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亮点，就是中国此次派遣出去的2架运20运输机，取下了起落架舱两侧的干扰弹舱盖板，从而露出了大量的干扰弹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中国此次派遣运20去海外执行任务还是十分谨慎小心的。因此，此前中国派遣运20运输机出去执行任务，都从来没有亮出自己所挂载的干扰弹。现如今，运20运输机亮出自己所挂载的干扰弹，其目的相当明确。由于目前阿富汗境内的局势还不太稳定，并且此前阿富汗已经遭遇了战乱，所以此次运20运输机露出所携带的干扰弹，主要也是为了可以躲避肩扛式防空武器的打击，从而可以更好维护运输的安全。此外，此次中国运20运输机除了携带了干扰弹外，并且其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降落的时候将采用阿富汗式着陆，
所谓阿富汗式着陆，就是让运输机以俯冲的方式进行着陆，通过快速下降高度的方式来避免地面肩扛式防空火力的打击。中国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方式，除了是对阿富汗境内安全形势的一种担忧，也是在进行一种实战的训练。这对于运20运输机来说，也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种降落方式还能大大缩短飞机降落过程的时间。由于始终处于较高的飞行速度，所以对防空导弹的规避能力很强，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被防空导弹袭击的可能性。现如今，中国更是加快了对运20运输机的发展。随着中国连续多次秀出了实力，这也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运20运输机的发展。此前有消息指出，中国在运20运输机的基础上，已经成功研制出了运 20B 运输机，并成功实现首飞，且相较于运20运输机做了较大的升级与改动。据相关报道指出，中国最新的运 20B 运输机加装了4台涡扇20发动机，这就使其时速达到了800公里每小时，载重达66吨，最大航程达到了8000公里，并且使飞行高度达到了 1.3万米。此外，运 20B 运输机除了有这些提升以外，在动力和续航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升，而且远远超过了俄罗斯伊尔76运输机。随着运 20B 运输机装备了国产发动机，这使其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，从而使其综合性能变得更加强悍，特别是在涡扇20发动机的配合之下，将能够完成更重的物资携带，从而可以大幅度提升运送效率。此外，由于涡扇20发动机的直径远比俄制 D30KP2 发动机大，所以这就使运20运输机需要重新设计发动机舱和翼下发动机挂架，并使用更适合大涵道比设计的外涵道冷气流反推装置，从而使涡扇20发动机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中国涡扇20发动机的巡航油耗大幅低于俄制 D30KP2 发动机，仅相当于后者的 80%，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运 20B 的航程，能够大幅度提升中国空军的加油效率。这对于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近日有消息指出，中国涡扇20发动机已经实现量产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大大加快运 20B 运输机的量产。这对于中国实现战略空军的目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，将进一步加快中国空军发展的步伐。随着中国在大型运输机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，这使中国将进一步加快迈向战略空军的步伐，从而加快提升战略空军运输能力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形成巨大的冲击力，以此对美国产生巨大的压力。这对于中国完成战略空军目标将有巨大的促进作用。